2号晚上8点28分许啊，快1373次客车脱轨滞留，一名男乘客砸窗透气。5号啊，负责这趟客车直乘的广铁长沙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正文啊一共766个字。那么第270次开始的原文是21时20分，车内温度为31度左右，间隔2个自然段，共211个字之后，从第533字开始的原文是22时04分许，3号车厢一名男性旅客擅自取下消防安全锤，试图砸车窗，列车工作人员上前劝阻未果，导致一块车窗玻璃被砸破。那么请注意这2个时间的时间差是多少？44分钟。那么从第645字开始的原文是23时11分许，列车空调恢复运行。也就是说啊，将近3个小时没空调，而且从男乘客砸窗又过了整整1小时07分后才有了空调。因为要做国际观察会关注全球气候，所以我想啊，这块跟您提示一个关键词，叫什么呀？酷热指数。计算方程很复杂，简单说一定要注意3个关键词。第一个是什么？温差，也就是不同物体间的温度差。比如说啊，明明气温30多摄氏度，可地面温度能有70多摄氏度，这就是温差。那么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这份情况说明，只看到21时20分车内温度为31度左右这样一个涉及到车内具体温度的数字。那么车上所有人的体表温度又是多少呢？没有提，所以温差算不出来。那么酷热指数还有第2个关键词是什么？风速。简单讲啊，为什么很热的天气只要刮点小风，人们也会感觉凉爽许多？为什么要把中暑的患者赶紧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那么在快1373次客车上有没有风？是不是只能乘客自己扇风啊？不清楚。那么酷热指数还有第3个关键词至关重要是什么呀？湿度。那么一定温度下，空气中含有的水蒸气是有限度的，叫做什么呀？饱和蒸汽压。相对湿度又是什么呢？就是说空气中的水蒸气分压与该温度时的饱和蒸汽压之比。简单说相对湿度和我们人体排汗有关，通过排汗带走体内热量，可以让人感觉凉爽一些。但是如果空气中本来就已经含有大量的水汽，也就是说相对湿度很高，这个时候空气就很难容纳更多的水分，汗水就不容易蒸发，那么当然不利于人体降温。所以我们看阻拦男乘客的列车乘务员为什么衣服都湿透了，就是这个原因。那么了解了3要素，也就是说温差、风速、湿度，我们再来说说酷热指数是怎么提出来的。这个概念是气象学家乔治温特林在1979年发明的。1980年代 NOAA 也就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还有美国国家气象局开始采用。到了1990年，罗斯福兹优化了酷热指数计算公式，经过进一步修订之后成为世界气象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科学依据。在2015年7月1日，这2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共同发布了新版全球高温健康预警系统指南。说到这里我再请大家看一下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酷热指数图表。那么气温只有32摄氏度的时候，如果空气湿度接近饱和，相对湿度在95%以上时，酷热指数就达到极度危险的红色警戒线。如果相对湿度在50%以下，气温要超过40摄氏度才会出现这种严重危险的情况。12年前的2013年7月，有一条特有名的国际新闻，英国连续9天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是多少呢？32.2摄氏度，但当时导致大约760人死亡。为什么？请记住3要素：温差、风速、湿度。因为天气热，有朋友秀出根据鲁迅日记搞的文创热极，上半天玩，下半天睡觉。那么鲁迅其实在《呐喊》自序里还有著名的铁屋论。时间有限我不念了，建议咱们都学过，其实大家再重新读一读。但悄悄咱们改天接着聊。